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6讲，以修院为舟，渡生命之海。讲纲导引与内容阐释。在明德国学博圣堂的学术殿堂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传承经典、启迪智慧的使命，不断探索国学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本次大学院讲第6讲，我们将围绕以修院为舟，渡生命之海这一主题，深入挖掘大学经典中蕴含的修院智慧，为听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贯通古今的思想盛宴。讲纲导引，本次院讲将遵循认知建构方法解析、实践指引、精神升华4重维度展开论述。在认知建构层面，我们将从哲学思辨与生命成长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修院的本质内涵。方法解析部分以大学8条目为理论脉络，系统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修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实践指引环节紧密结合当代社会语境，探讨修院智慧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路径。最后，通过凝练的院语收束全文，实现从理论认知到生命实践的升华。听众可依据这一清晰脉络，全面把握修院智慧的完整体系，汲取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力量。1. 院之根，修院的本质与哲学意涵。1. 修院的精神本质。院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形态，承载着生命最本真的驱动力与价值追求。在大学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3纲框架下，修院超越了日常欲望的层面，升华为对道德圆满与生命境界的不懈追寻。这种追寻本质上是个体在浩瀚宇宙时空中主动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精神探索，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与主动建构。从东方哲学的视角来看，院是质的深化与拓展形态。上书中师言质的表述揭示了质并非单纯的志向或目标，而是融合了价值判断与生命理想的精神坐标。修院则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精神坐标转化为系统性的生命修炼工程，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知迭代与行为实践，实现生命境界的逐步跃迁。正如王阳明所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院力的培育实则是奠定人生根基的关键所在，它为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2. 修院的哲学维度。在现代心理学语境下，修院与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存在深层逻辑契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层级的自我实现，需要以清晰的价值导向与持续的自我超越为支撑，这与修院所强调的目标导向和精神修炼不谋而合。然而，修院又超越了心理学理论的范畴，更加注重道德维度的升华，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它不仅关注个体的自我满足，更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实现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体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修院是个体与宇宙精神对话的桥梁，它体现了人类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对真善美的向往。通过修院，个体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在精神层面实现与宇宙万物的共鸣，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与满足。这种精神追求不仅具有个人意义，更对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2. 修院路径。大学8条目之现代转化。1. 格物。认知世界的方法论根基格物作为修院的首要环节，其核心在于建立对客观世界的系统性认知。朱熹将格物解释为穷治事物之理，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简单积累，更是思维方式的深度锤炼。明代大儒湛若水提出的随处体认天理治学理念，正是通过对日常事物的细致观察与深度思考，实现对宇宙规律的体悟。这种认知方式强调从具体事物入手，逐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当代修院实践中，格物表现为对专业领域的深耕细作与跨界知识的融会贯通。以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为例，他通过数十年如一日对莫高窟的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不仅掌握了壁画保护的专业知识，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系统性认知。这种认知最终转化为他守护敦煌的坚定愿力，支撑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数十年，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樊锦诗的实践生动地诠释了格物在修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深入认知，为愿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2. 致知，智慧生成的内在机制。致知并非简单的知识获取，而是从文件知知到德性知知的质的飞跃过程。张载提出的这两种认知形态，深刻揭示了修院所需的智慧层次。文件知知是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知识，而德性知知则是超越感官经验，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体系中，致知更是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强调认知与实践的统一性，即通过实践来深化认知，又以认知指导实践。司马迁著《史记》的过程，堪称格物与致知相结合的典范。他遍访名山大川，查阅皇家典籍，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这一过程既是格物，也是致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度思考与价值判断，他最终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宏愿。这种愿力的形成，正是致知过程中智慧升华的结果。司马迁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领悟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学术追求。3. 诚意，愿力纯粹性的保障机制。诚意作为修院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驱除认知与行为中的杂质，确保愿力的纯粹性。大学强调诚于中，行于外，这种内外如一的状态，恰似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实践。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去除内心的功利心、虚荣心等负面因素，使愿力不被这些杂质所侵蚀。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是诚意修持的完美典范。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颜回依然能够坚守对道的追求。这种纯粹的愿力超越了世俗的得失计较，展现出精神层面的崇高境界。他的行为表明，真正的愿力源于内心的真诚与坚定，而非外在的物质利益或他人的认可。只有从性灵深处出发，由真爱所立的愿心，才能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始终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4. 正心，愿力稳定性的调节系统。正心强调的是认知与情感的平衡状态，是抵御外界干扰，保持愿力持续性与稳定性的关键。程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境界，正是通过长期的心理调试实现的。在修炼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产生焦虑、恐惧、傲慢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若不加以调节，就会动摇我们的愿力，使我们偏离原定的方向。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贬谪，但他始终保持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心境。这种心境的形成，源于他对儒释道思想的融会贯通，更得益于正心功夫的持续修炼。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苏轼都能坚守济世安民的初心，展现出强大的愿力韧性。他的经历告诉我们，通过正心，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外界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使愿力如同一盏明灯，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3. 修院于当代，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1. 修院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在数字化与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信息洪流裹挟着各种诱惑与干扰，人们往往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内卷与躺平的困境。修院智慧的引入，为个体提供了第3条道路，以坚定的愿力锚定人生方向。通过修院，个体能够从他人的安排与社会的标准中抽离出来，主动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以愿力为核心，构建独特的人生蓝图。在学业方面，修院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使他们不再将学习视为被动的任务，而是追求知识与自我成长的主动过程。在事业领域，修院者能够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不为短期利益所诱惑，以长远的眼光规划职业生涯，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在个人修养层面，修院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品德与心理素质，使个体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2. 修院对社会建设的作用。修院智慧不仅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社会建设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修愿者不止于自利，更怀有与人利，愿世界更好的善愿。这种善愿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正能量，感染和带动身边的人，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科技创新领域，南仁东带领团队历时22年建成中国天眼的事迹，生动展现了修愿智慧的强大力量。南仁东将探索宇宙的科学理想转化为具体愿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这一伟大工程。这一成就不仅推动了我国科技的进步，更展现了中国科学家为追求真理、服务社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境界。它的实践证明，修愿能够凝聚众人的力量，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源泉。4. 愿与收束。愿我以格物致知为灯，照见生命真谛。愿我以诚意正心为舵，驾驭愿力之舟。愿我以知行合一为桨，渡越人生沧海。愿我以利济众生为帆，抵达至善彼岸。这4句愿语凝聚了本次愿讲的核心思想，既是对修愿智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听众的美好期许。让我们以此愿语为起点，将大学修愿智慧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在格物中积累认知，在致知中培育智慧，在诚意中淬炼心性，在正心中坚守方向。通过持续不断的修愿实践，最终实现生命境界的圆满升华。在人生的航程中，以坚定的愿力之舟驶向理想的彼岸，为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我以愿为舟，载德前行，随风浪逸不回，终至至善至安。